在监狱任职的松东路喜欢研究案情，他心思缜密，擅长推理。为了研究作案手法，不惜用自己来做实验。不学无术的监狱长也仰仗松东路帮自己处理公务。当局十分欣赏松东路的能力，表示与其推翻冤案，不如阻止冤案的发生，将他调到天成县任警政官，以此最大限度发挥其能力。与此同时，警探郭追正带着小五在花街盯梢，他一腔热血，嫉恶如仇，将匡扶正义视为毕生理想，为此情愿献出生命。在郭追的蹲守下，成功发现了目标窃贼的踪迹，并根据现场的痕迹迅速做出嫌疑人侧写，最后成功在舞厅将其抓获。然而不久后，犯人就被保释。局长老金表示没有确凿的证据，只能放人。郭追却知道主要原因是对方家里有钱有势。东松路很快走马上任，小五早早就等在了门口，带着他来到一间堆满资料的屋子，表示办公室人满为患。金局长委屈他先在这间档案室办公。与此同时，城内一家兵工厂丢失了一批子弹，工厂的丁老板认定是一个叫阿烟的女工偷了子弹。阿烟大呼冤枉，丁老板则表示谁是谁非由老天来裁定，用轮盘赌游戏来决定自己和阿烟的生死。最后阿烟含恨而终，丁老板在他身上拿出一颗子弹，向所有人证明阿烟就是那个贼。可惜死人已经没法再为自己喊冤，最后阿烟的尸体被草草处理。同时，为了惩罚工人们的包庇之罪以及集体罢工，丁老板停发了所有工人3个月的工资。然而明眼人都看得出，这一幕大概率是由丁老板自导自演，至于背后的原因没人知道。阿烟自杀后，工厂里谣言四起，外墙上还曾出现过血书，内容是幽灵子弹出现，所有人都要死。据说这是阿烟留下诅咒，那些血字很快被丁老板命人擦除，并勒令所有人不准再提诅咒一事。不久后，工厂再次发生命案，郭追和小五被派了过去，松东路也跟着坐上了车。死者是工头陈七，死前曾和工人小齐起过争执，死因是被子弹射中头部。经过对现场的勘查，郭追并没有找到那枚子弹，一切似乎都应验了阿烟的诅咒。松东路根据尸体呈现出的状态，分析凶手应该是陈七认识的人，所以他在死前根本没有设防，这一点郭追很认同。3人带着从现场找到的一根头发来到一间大学的实验室，找郭追的朋友李家帮忙鉴定，发现头发含有大量碳质，应该属于工厂的工人。发尾的形态则表示这个人刚理过头发。满足这2个条件的就是工厂的丁老板以及他的保镖王海。与此同时，小五带来自己的调查结果，对于诅咒一事，工人们都噤若寒蝉。另外，他还发现工厂有很多换了底火就能使用的哑弹，而收走这些哑弹的人正是王海。王海和郭追是老相识，2人都曾当过兵。王海离开军队后还做过杀手，看来眼下嫌疑最大的就是王海。3人偷偷潜入他的住所查探，虽然感觉屋子里处处透露着奇怪，但又说不上来什么地方奇怪。无功而返的3人在街上游荡，郭追带着松东路来到一个算卦的摊子，摊主名叫小云雀，卦准不准不知道，但看人确实很准。他所谓的算命就是观察来人的表情和言行举止，再断定对方的吉凶。郭追向小云雀打听诅咒一事，没成想他真的有所耳闻。小云雀将阿烟一事细细道来，松东路听完大为光火，表示丁老板根本就是在动用私刑。郭追对工厂的规矩有所耳闻，所谓老天的惩罚就是轮盘赌这种概率游戏。翌日，了解情况后的郭追和松东路来到工厂，他们要重现当日的情形。工人们站到自己的位置，丁老板却跳出来阻止，还问松东路有没有胆子和自己赌一次。松东路坦然答应。丁老板显然料错了对方的胆识，见松东路如此爽快，反而犹豫起来，表示今天不是自己的吉日。松东路提出7天以后再赌，丁老板一脸胜券在握的答应下来。模拟现场没法继续，3人来到工厂的地下室，正讨论案情时，一声枪响传来，几人迅速顺着声音来到一间屋子，椅子上的工人卓哥已经气绝身亡。现场除了一个狭窄的通风口，没有任何暗门，这似乎是一起密室杀人。卓哥的遗体被带回实验室，根据尸身上的痕迹，可以断定他曾被人绑在凳子上，那枚致死的子弹也不翼而飞。松东路和小五返回现场，像以往一样模拟死者生前遭遇，和一个偷偷来到案发现场的工人撞了个正着。这个工人名叫老杨，是设计部的工头，他带着松东路和小五来到设计部，2人在这里发现了一个被改过的左轮手枪。此时郭追正在研究如何让子弹消失，他用一头猪做实验，把冰做成子弹放在弹夹里，结果效果却不尽如人意。松东路怀疑凶手是利用时间差让他们误以为是密室杀人，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将人绑起来的原因。接着用十字弩射杀了死者，最后再用枪声引起3人的注意。但这个推理最大的破绽就是他们，凶手似乎没办法提前预判3人的行动轨迹。紧接着松东路几人来到实验室，希望李佳能再仔细检查一下尸体，看能否发现一些新的线索。然后尸体的伤口附近除了碎骨却什么都没有。当务之急是查清天意的秘密，否则7天后恐怕就是松路东的忌日。与此同时，工厂再次出现血渍，幽灵子弹让全城陷入了恐慌，工人们更是闹着要罢工。警局的人赶到现场维持秩序，3人小组也发现了金局长和丁厂长勾结的秘密。晚上，工厂的工人找小云雀算卦，说起一件事似乎跟凶案有关。
小云却马上将这件事转达给了郭追和松路东。事情要从一个叫小陶的工人说起，他曾和其他工友提过阿烟是被冤枉，还因为要不要报警和卓哥吵了一架。小陶坚持要去报警，后来就人间蒸发，他的家人也死于一场火灾。3人小队来到火灾现场，四处查看后发现一枚被烧断的戒指，并根据起火点确认是人为纵火。小陶以及他的家人全都被灭口，他们的尸体被草草掩埋。尸体的包裹方式和王海叠被子的方法如出一辙。如果王海是杀害小陶一家的凶手，就不会帮忙安葬尸体，那么就只有一个解释：王海就是那个幽灵枪手，他的所作所为全都是为了替阿烟和小陶报仇。不久后，泄露小陶一事的小云却遭到挟持恐吓，郭追及时赶到击毙了对方。松东路也终于解开了天意的秘密，就是那把经设计部改造过的手枪，自己开的时候里面只有一发空包弹，给阿烟的时候做了手脚，枪是满膛的，所以这一切都是蓄意谋杀。卓哥和小陶发现了这个秘密，陈七也看到枪是满膛的，但除了小陶，他们都保持了沉默，这也是王海杀害他们的原因。那么接下来被灭口的应该就是引导他们发现手枪秘密的设计部老杨。果不其然，老杨在3人到来前被人杀害，凶手也被丁老板的人击毙。这位仁兄显然只是个替罪羊。这时金局长带着人赶来，郭追发现他身边的胖子手指上有个明显的戒指印，便想起了在火堆中找到的那枚断戒。3人将胖子抓了起来，逼问他是不是杀了小陶一家人。胖子交代都是金局长的意思。那天小陶来报案，称自己能证明阿烟是被冤枉的，因为工人们集体罢工，丁厂长便用他来杀鸡儆猴。但小陶不知道的是，金局长和丁厂长沆瀣一气，为了不让事情败露，竟命人将他们一家全都灭口。刚问出结果，郭追几人就遭到神秘人的袭击，3人奋力反击，杀手被尽数歼灭，只有1人逃了出去。小武也在枪战中受伤，最后因失血过多离开。郭追的同僚带着人来到现场，指责他们害死了自己的兄弟。郭追注意到了对方风衣和鞋面上的玻璃渣，原来此人就是刚才逃走的杀手。他恨恨地给了男人一拳，却不知道该如何继续查下去。眼下前有狼后有虎，稍有不慎便会落得尸骨无存。郭追问松路东是否要继续查下去，松路东表示哪怕是死也绝不放弃追寻真相，为此甚至已经物色好了目的。于是2人继续往下查，他们在老杨的尸体里发现了弹头，并且伤口附近的碎骨也比较少。松路东灵光乍现，他马上查看了卓哥和陈七的尸体，发现了那枚消失的子弹。原来这些子弹弹头是用骨头做成的，杀死被害人后就和本身的碎骨混在了一起，是以很难被察觉。这也就是王海房间里有火药和弹壳却独少了弹头的原因。眼下丁老板也在找凶手，王海的处境堪忧。郭追和松路东马不停蹄赶往工厂，不料丁厂长已经被王海反杀。一番追击下，郭追成功击毙了王海。金局长满脸堆笑的在警政司面前夸郭追和松东路立下大功。松东路一脸你不要再装的表情戳穿了他，还利用自己的笔记本炸了金局长一番，让他以为事情败露，抓了厂里的工人做人质要挟众人。郭追的快枪名不虚传，没等金局长反应就连开几枪将其射杀，手榴弹则在他倒地的一瞬间被引爆，接二连三的爆炸在耳边响起。郭追护着人质跑出来，自己则被炸晕过去，所幸经过医院的抢救并无大碍。事情告一段落，郭追成为了新一任局长。松路东也弄清了一件事，那就是王海如何料定他们一定会走过通道。问题自然出在他们3个人身上，不是自己，也不是死去的小武，那就只剩郭追。松东路将郭追约到了密室，把自己的推测以及找到的证据摆在他面前。郭追默认了这件事，他为了自己所谓的公益牺牲旁人的性命。松东路无法理解，郭追最终没能离开，枪响过后他应声倒地。